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超级好看的悬疑烧脑电影，它由高分美剧《纸牌屋》的导演乔舒马赫亲自执导，主演更是请到了大名鼎鼎的喜剧之王金凯瑞。尽管本片并不是他所擅长的喜剧类型，可这跌宕起伏的剧情却让人看得欲罢不能，甚至在最后的结尾处还期待着能再来一次逆天反转。那么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走进今天的故事。灵数23，男主角华特是一名碌碌无为的街道管理员，他平日里主要负责抓捕街道上的流浪动物。然而就在2月3号华特生日的这一天，从未试过手的他却被一只流浪狗咬到了手臂。见到流浪狗一脸得意的扬长而去，华特当时就气急败坏地端起麻醉枪追了上去。很快一人一狗就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墓地。华特看到流浪狗钻到了一处墓碑后面，接着却突然诡异的没了踪影。看着眼前这个刻着劳拉名字的墓碑，华特却突然有了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就这样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晚上，此时华特的妻子丽莎正在书店给他挑选礼物，而等华特急匆匆地赶到这里时，丽莎已经给他选中了一本名叫《灵数23》的小说。A heart-wrenching odyssey into paranoia, one of the most horrifying metamorphoses ever told. Beware the dog next door. Get out of here. Are you kidding me? I'm buying this for you. 虽然华特不知道丽莎为什么要送自己这本书，可他还是出于礼貌地翻看了起来。然而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页居然全是作者写的警告，上面说这本书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神奇体验，但如果有人的经历和书中描写的情景相似，那么这个人就必须马上销毁书籍，忘掉里面的一切，否则将会有十分恐怖的事情发生。而就是这段话反而勾起了华特的好奇心，他回到家后便迫不及待地阅读了起来，结果却发现故事主人公的经历竟然和自己十分相似。原来主人公的名字叫做芬格林，他出生在一个偏僻荒凉的小镇，虽然学习成绩很优秀，但性格却十分孤僻，没有朋友。芬格林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数字打交道。尽管父亲长期教导芬格林学习数学，希望对方长大后也能够成为一名会计，可芬格林却对此并不感兴趣，反而一心想要成为浪迹天涯的大侦探。看到这里的华特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因为成为侦探也是他自己儿时的梦想。而且接下来书中还描写了一场诡异的凶杀案，主人公芬格林在他8岁生日那天，偶然发现邻居太太惨死在了自己家中，而华特也刚好在8岁生日那天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并且他和芬格林两人的生日居然还都是2月3号。You know, hon, this Fingerling guy reminds me of my life. It's so weird. It's like my childhood, my memories, you know? Fingerling is nothing like you. Oh, yeah? Look at that. Fingerling at the zoo. My mother read it to me when I was a kid. 虽然华特坚持认为这本书肯定和自己有关，可丽莎却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个巧合。毕竟很多人在读书时都喜欢将自己带入其中。尽管华特知道丽莎说的话很有道理，可这件事却还是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每晚都会在天花板上看到那个凶手挥刀杀人的影子。为了搞清楚这本书里隐藏的秘密，华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仿佛着魔了一般，每天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个不停。华特根据作者接下来几章里的内容得知，主人公芬格林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顺利当上了一名侦探。然而就在2月3号他的生日这天，芬格林奉命要去拯救一名想要自杀的女人，因为对方觉得他自己最近遭到了神秘诅咒，而想要打破这个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尽量的避免和数字23产生关联。可是不管白衣女子如何的努力，却始终无法绕开这两个数字的纠缠。 Everywhere, dates, times, license plate numbers, pages of books, even elevator floor lights. Soon I found it was in my name. It was in the words I spoke. Nothing is safe. 而白衣女子之所以想要自杀，究其原因还是受到了她父亲的影响，因为对方也遭到过数字23的诅咒，而且还特意选择在2月3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今她觉得自己也逃不过这个诅咒，因此无论芬格林怎样劝说，女人最终还是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芬格林发现，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数字23的诅咒就好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平日里没注意到的那些小事，竟然无一例外地隐藏着23的影子。读到此处的华特瞬间感到后背一阵冰凉，他此时几乎能够确定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因为华特的人生中就会经常出现23这两个数，而且就连平日里不怎么在意的小事，此刻却全部被23包围了起来。华特满脸惊恐地来到书店询问店员，可对方却说完全查不到作者的任何信息，而且系统内也显示对方也就只写过这一本书。没办法的华特只能暂时返回了家，可在这里他却找到了更多有关23的线索。 It's all 23. My birthday, 2-3. Driver's licens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everything. I was born at 11:12 p.m. 11 plus 12. It's like it's imitating my life. 眼看丽莎一直不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华特也只好列举出了更多有关23的线索，比如他们家的门牌号是19994号，里面的数字相加刚好是23，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是10月13号，10加13也是23，而且就连丽莎最钟爱的红色油漆，颜色编号也刚好是23。可是丽莎对华特的这些发现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按照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话，几乎所有数字都能通过加减乘除得出23。不过华特却对自己的发现深信不疑，他翻来覆去的想着芬格林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恍惚中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诡异的人影。
此刻正拿着刀对着某人疯狂地进行劈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华特对数字23越发的痴迷起来，甚至手臂上都画满了各种算术公式。丽莎看到华特的变化十分担心，于是便委托自己的好友教授对华特进行开导。对方首先对数字23做出了一系列解释，然后又告诉华特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个巧合，也许这其中的答案就隐藏在这本书的结尾处。 And if, after reading it in its entirety, you still believe the subject to be you, then whoever wrote it knows you very well, and only they can give you your answer. 可是回到家的华特才刚看了几页书，里面的内容却已经开始让他汗流浃背了起来。原来主人公芬格林已经被数字23逼得发了疯，他向心理医生进行求助，对方让他放下工作休养一段时间。可芬格林的女友却对此十分生气，他看不惯芬格林的各种古怪行为，一怒之下居然被那个心理医生钻了空子。看着女友和心理医生的各种亲密举动，芬格林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掉两人。而看到这里的华特却突然醒悟过来，他觉得书中的这些桥段很像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那个不久前开导自己的教授似乎和丽莎也有某些不正当的关系。正是在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华特不止一次地梦到自己亲手杀害了丽莎。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华特只能暂时开车逃离了家。他漫无目的开着车四处闲逛，忽然就鬼使神差地住进了一家陌生酒店，而且还刚好被老板安排进了23号房间。在这里，华特一口气看到了小说的第22章，里面果然描述了芬格林杀害女友的情节，而且他还设下陷阱引来了心理医生，让对方帮自己背黑锅，成为了杀人凶手。可是尽管如此，诅咒却依旧没有消失。芬格林此时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崩溃，最后竟然也像之前那名白衣女人一样，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打开窗站上了阳台。可是就当华特迫切地想知道芬格林的结局时，故事却突然到此戛然而止。原来整本书最重要的第23章竟诡异地变成了几页白纸。就在华特对着那未知的结局胡思乱想之际，窗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狗吠声。华特透过窗户朝外一看，发现底下居然正是当初咬伤自己的那只狗。气急败坏的华特再次拿上麻醉枪，而且很快就和上次一样，追着狗子来到了那个偏僻的墓地。只是华特这次再也没有失手，当即就掏出枪将狗子放倒在了地上。就在华特走上前准备带走对方之际，一名牧师却突然从外面跑了过来。他向华特解释说，这条狗是教堂的看门狗，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经常喜欢跑来这个墓地，而且每次都会蹲在这个名叫劳拉的女人墓前。在听完了牧师的一番解释后，华特也发现了这个墓碑的诡异之处。原来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刚好是他23岁生日，而且对方的下葬时间也刚好是当月的23号。想到这里，华特连忙去图书馆找来了死者的资料，结果对方的死亡经历居然真的和书里描写的一样，而且警方那边也通过现场留下的证据，确定了死者的男友就是这起案件的杀人凶手。那也就是说，这个被关进监狱的男人肯定就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而只要自己能找到他，就一定能破解这个诡异的23诅咒。于是第二天，华特就匆忙赶去了监狱。虽然他成功见到了杀害劳拉的凶手，可对方却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书，甚至一直大喊着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You're lying. I'm in prison for a crime I did not commit, Mr. Sparrow. Somehow I think your problems are bigger than mine. 失望至极的华特再次失去了线索，可就在此时，他的儿子却突然开口，说自己有办法能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昨晚偷偷翻看这本书的时候，不经意间在2页纸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邮箱地址，说不定这个地址可以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作者。想到这里，华特心里立马有了主意，他先将一堆空箱子寄去了那个邮件地址，接着第二天又提前来到地址附近，准备等待收件人自己送上门。而这一招也果然十分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看到一个老人前来查收了包裹。可是就在华特拿着书本上前询问对方之际，老人却显得惊恐异常，仿佛看到了恶魔。Should be dead. Should be dead. 见到老人突然发疯似的转身想逃，华特连忙追上去将老人扑倒在地。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问话，对方却突然用刀子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见到这一幕的华特瞬间被吓得愣在了原地，而丽莎见他神色不对，便让他先带儿子回家，这里交由自己来进行处理。 This man needs a hospital. I'll take care of it. No, son. Take Robin and go home. I said, I'll take care of it. 见到丽莎的态度如此强硬，华特无奈也只能答应离开。而这时丽莎却突然发现，这个神秘老人的身上居然也写满了各种公式，而且看样子似乎也全部跟23有关。老人艰难地挤出了2句遗言，仿佛是在告诫丽莎一定要尽快逃离，千万不要和23再有任何瓜葛。虽然丽莎并不明白老人的意思，可是她却从对方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工作证，然后顺着地址找到了一家荒废的精神病院。而就在丽莎在这边四处寻找真相的时候，华特和儿子在家里却也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原来他们查找了书内每页第23个单词，结果发现这些词串联起来居然是一个地名。他们马不停蹄地开车赶了过去，然后在公园第23街台阶底下，居然挖出了一具早已腐烂的白骨。这个发现瞬间让华特两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连忙开车找到一个电话亭，拨打了报警电话。可是等警察接到通知赶到后，却发现之前那具白骨却诡异的没了踪影。 It was right there.
经过一夜的折腾过后，丽莎也接到通知赶到了现场。她不断的劝说华特赶紧回家，并让他以后千万别再执着于此事。然而就在几人开车回家的路上，华特突然发现丽莎的手指上沾满了泥土，这让他的心里瞬间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等几人回到家后，华特看着丽莎不急不慢地清洗掉手上的泥土残渣，憋在心里的那句话最终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It was you. You moved the skeleton. Please don't do this, Walter. But how did you know? Unless... Someday I'm gonna write a book and I'll do it to somebody else. Walter. Oh, God. Whoever wrote it knows you very well, and only they can give you your answers. You wrote it. 事已至此，华特终于想明白了一切。原来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自己的妻子丽莎，莫非对方就是杀害劳拉的凶手？想到这里，华特连忙翻开了丽莎随身携带的包，果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把水果刀。What's this for, eh?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this? I took it to protect us from whoever we were going to meet at the mailbox facility. Intending to kill that poor old man who you got to publish your book and protect your little secret. 见到华特满脸怒火即将暴走的样子，丽莎无奈只能说出了事情的所有真相。原来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华特本人。那天他在精神病院里找到了对方的资料，里面不仅详细记录了华特的发病经过，甚至还藏有一份书籍的原始初稿，而上面的作者署名正是华特自己。看着眼前这不可置信的一幕，华特激动地把箱子内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地上。他不停在四处翻找各种资料，果然从里面发现了和书内情节一模一样的画报杂志，甚至他还慢慢回忆起了自己杀害劳拉时的情景。华特茫然失措地冲出地下室，他拼命地在街道上四处奔跑，而那些可怕的记忆也好像泉涌一般，没用多久便彻底充满了华特的大脑。就这样，华特一路狂奔着，再次来到了那间旅社，又一次住进了熟悉无比的23号房间。他撕开墙壁上那些发黄的旧墙纸，底下赫然就是书本上消失的第23章，而里面详细记录了华特之前所经历的一切。原来芬格林的人物原型就是华特，由于他的家族患有遗传性精神病，从而导致华特的父亲在他8岁生日那天杀害他母亲后又举枪自尽，而现场留下的唯一东西就只有一本写满了数字23的公式笔记。尽管华特被人收养后成功长大，可是他自己也患上了家族遗传的精神病。他怀疑自己的女友劳拉和一位教授有染，于是便情绪激动地冲到了劳拉家里杀害了对方，还特意将尸体埋进了附近公园第23阶台阶的下面。不久后，那名教授来劳拉家里串门，结果却只在床上发现了一把沾血的尖刀。虽然教授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可他却被警察当成杀人犯关进了监狱。而这个人华特不久前也刚好见过，正是监狱内那个一直大喊冤枉的倒霉教授。与此同时，杀完人的华特正藏在旅店的23号房间。他本想写下一份遗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可没想到敬鬼使神差的越写越多，以至于后面连打印用的纸张都全部用完，没办法才把这最后一章的内容写到了房间的墙壁上。做完这一切的华特毫不犹豫地跳出了窗外，可他却没有因此而丧命，只是失去记忆之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他的主治医师则正是当初在邮局遇见的那个老头。虽然华特经过治疗后恢复了健康，并且在出院当天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丽莎，可他的主治医师却因为阅读了华特的书稿，因此也渐渐遭到了数字23的诅咒，到最后竟然失心疯一般的将稿件发表成了书。而经过13年的四处辗转，这本名叫《灵数23》的书籍最终竟然又再次回到了华特手中。直到此刻，华特终于彻底搞清楚了一切，尽管他内心始终不肯承认这些事实，可事已至此，他也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证据。 Killed Lord Dolan's. There's an innocent man in prison because of me. You're a wonderful husband, and you're the best father a son could ever have. And what would Robin do without you? My life began that day too. You didn't know who I was. This is who you were. This is not who you are. 尽管丽莎不断地劝说华特放下过去，可华特却还是不顾一切地跑下了楼。看着不远处急速驶来的23路公交车，华特知道这也许就是自己的宿命，于是下一秒他就站到了马路中央，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命运审判的到来。可就在这时，儿子却在对面拼命地呼喊他，而正是这声呼喊让华特不由自主地将身体一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躲过了即将到来的死亡。直到此刻，华特终于明白，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命运安排，他的人生完全是可以由自己来选择的。电影的最后，华特将妻儿紧紧地搂在怀中，他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行，至此终于解开了这起尘封已久的冤案。劳拉的尸骨被找到后安放进了墓地，而那个被冤枉的教授也沉冤昭雪后离开了监狱。虽然华特最终还是逃不掉法律应有的惩罚，可此刻的他却已经跳出了命运的枷锁，并且再也不会被任何事情所束缚。 Someday I'll be up for parole, and we can go on living our lives.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Of course, time is just a counting system. Numbers with meaning attached to them. Isn't it?